为了享受69折优惠，我选择深夜去吃海底捞。没想到刚坐下，菜单上缓缓出现几条规则：一、不要在海底捞店大声喧哗；二、只能与红马甲服务员说话，不能拒绝他的请求；三、杯中饮料喝完后，请在30秒内找服务员添加；四、不能吃辣的顾客面前不能出现辣锅；五、不要让女厕所的小女孩抓到你；六、不要伤害店内的宠物狗；七、找到顾客中隐藏的规则制定者将获得一次惩戒权利。我环顾四周，发现其他顾客也被这份点菜页面吓到了，表情凝重。几名服务员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，大家吓得大气不敢出，整个店内充斥着紧张的气氛。忽然一位光头大哥站了起来，他指着服务员骂骂咧咧：什么破店，好好吃个饭搞这种名堂，别再装神弄鬼了，让你们经理滚出来！空气像是瞬间被凝固住般，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因为游戏规则的第一条就是不许在店内大声喧哗。服务员歪了歪脑袋，脖子处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。光头大哥继续骂道：就不应该半夜来吃火锅，真会记。话音未落，光头大哥像是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，呆呆地立在原地。他像魔怔了般目视前方，嘴里不住喊着：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啊！我朝目光的方向看去，明明什么都没有，下一秒光头哥就被爆头嘎掉了。然而坐在光头大哥对面的女人吓得发出刺耳的尖叫，完了，他也违反了规则。果不其然，几秒后女人紧跟着爆眼而嘎。我看着眼前的情景，吓得合不拢嘴。这时播报声响起：尊敬的顾客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深夜海底捞游戏。从此刻起，你们将与外界隔绝，只有坚守秘密到最后的一个人才能活着走出这里。这是一场正义者的审判，请大家争取在凌晨2点之前完成任务。凌晨2点后，店内剩余的人员将强制清除。1号、2号出局，游戏继续。话音刚落，周围就议论纷纷。然而刚刚光头男和女人的菜单上出现了一行字：1号在逃杀人犯，曾伤害过一名流浪老人；2号黑心老板娘，售卖劣质眼药水，致使多人失明。紧接着每个人的头顶上都出现了一串闪着蓝光的小字：心理医生、老师、美容师、宠物博主、网络主播、学生，每个人的身份都完全公开了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光头男和女人的死法对应着他们做的恶事。只要出局，就可以显示出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密。想要赢得游戏，只有一种办法，那就是除掉其他顾客。一时间人心惶惶，提示音再次响起，请大家争取在凌晨2点前走出这里。凌晨2点后，店内剩余的人员将强制清除。现在距离凌晨2点还剩下1个半小时，如果一直按兵不动，只有一个结果，那就是嘎。就在我想采取行动之时，网络主播忽然站起来，掏出一把匕首刺向旁边的心理医生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就在匕首即将刺向心理医生的一刹那，服务员忽然闪现在了他们面前，匕首被服务员夺过来，扔了10米远。3号暴力行凶，警告一次。我咽了咽口水，既然不能使用暴力，就只能靠游戏规则了。这时那位劫后余生的心理医生冲我敲了敲桌前的饮料杯，心理医生敲得很有规律。我疑惑地看着他，忽然我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猛地低头看向自己的杯子，我的饮料已经喝完了。第3条规则说过，杯子里的饮料喝完后，请在30秒内找服务员添加。我赶紧挥手示意服务员，服务员像鬼一样飘了过来，为我倒完饮料后，服务员并没有离开，而是一直站在我面前。我低着头，紧张的冷汗直流。亲爱的顾客，请问你需要肥牛卷吗？这种情况下，谁还能吃得下肥牛卷？我刚想拒绝，猛地想起之前菜单上的规则2，请不要拒绝红马甲服务员的请求。我用余光瞄向服务员穿的马甲，正是红色的。需要。很快服务员就将一块鲜肉放在了我的盘子里，这不会就是我要的肥牛卷吧？这明明就是刚刚光头男身上的腹肌啊！然而服务员死死地盯着我。亲爱的顾客，请问是你哪里不舒服吗？